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9集的内容。这一集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在吕布、貂蝉、董卓这3个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这3个人呢，在这出剧里面呢，真的是关系非常非常的复杂。那我就冒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貂蝉真的在历史上有这么大的魅力，迷惑了这2个男人吗？我直接告诉你答案，以结论来讲，就是根本没有貂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有人这么说啊，历史上有4大美人，王昭君嘛。赵飞燕嘛，杨贵妃嘛，还有貂蝉嘛，4大美人当中，貂蝉就是唯一一个是虚构人物。你怎么确定是虚构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国志》有说什么。《三国志》有这么一段话，叫做“卓常使部守中阁，不与卓事必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什么意思？就是董卓是信任吕布的，就是说你帮我来看一下我的豪宅的安全，因为我很害怕我又遇到什么人身危险。结果吕布这做什么事情呢？守得真好，直接就跟董卓的婢女开始有私通的关系了。那其实吕布就觉得说，糟糕，没事帮我的上司戴了一顶绿帽子，万一他察觉了该怎么办？那为什么吕布会这么害怕？那是因为董卓这个人平时脾气就非常非常的暴躁，也是一样，《三国志》有提到，就是董卓常小失意，把手己直布。什么意思？就是他有的时候跟吕布互动，一个心里不爽就怎么样，就拿起手己。什么叫手己？大家如果看那个电视剧，什么方天画戟嘛，对不对？是。戟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枪外加横向攻击的戈加起来的一个复合性的武器，就是又能刺又能挥砍， OK， 叫做戟。那戟是双手用的。什么叫手戟？它是小刀，它一样也有那种小刀用来直刺的地方，只不过它再多加一个拐弯的地方， okay， 单手就可以用，更多时候是用来当飞刀。所以董卓就是每次双方讲话话不投机的时候，就拿起手边的手戟，唰给他扔过去。那幸好吕布身手矫健，每次都能够躲过。吕布就会想说，平常只是聊天，不如意就拿手戟扔我，现在是我是绿了你的女人，哎呀，那你接下来是要拿什么东西扔我啊？方天画戟啊！对，顺带一提，一讲到方天画戟，在《三国演义》，罗贯中是真的很会写小说，就写了这么一段叫做《凤仪亭》，这还是京剧的名场面，就是讲说貂蝉是王允的义女嘛，就要施展连环计嘛，促使董卓跟吕布关系恶劣嘛，所以一方面就说董太师我好爱你哦，另外一方面说吕将军我好爱你哦，然后2个男人都说爱，结果呢，有一天就是貂蝉一个人在凤仪亭的时候，吕布看到就觉得说，貂蝉这么上心，一定是为了我啊！2个人就开始卿卿我我的时候，被董卓给撞见，然后董卓说：“好啊，你敢动我的女人！”然后吕布就绕跑，此时董卓就拿起吕布的方天画戟给他射了过去。这一段叫做凤仪亭。那你有没有发现跟正史当中还蛮相像的？只是一个武器大，一个武器小嘛。对，一个是双手用的武器，一个是单手用的飞刀嘛，对不对？ 而且请注意哦，历史上的确董卓跟吕布有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但其实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婢女的姓名。所以貂蝉这个人，起码历史上是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存在的，更没有提到说这个婢女是不是所谓王允的义女，然后特别把她送进去，去离间2人的关系。所以如果我要直接回答你说这3人的三角恋爱到底是怎么样，我必须得很残酷告诉你，历史上根本没有那么复杂。等一下，那我就还蛮好奇的，那为什么历史上会有貂蝉这个说法？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的很多三国故事，是历年来不同人他们会写一些小说的段子堆积而来，你说加油添醋的结果。对，《三国演义》主要是在元朝、明朝那个年代逐渐形成的小说嘛，对不对？在《三国演义》之前，还有一个小说题材叫做《三国志平话》。那《三国演义》其实参考很多《三国志平话》的相关内容。那《三国志平话》当中可就精彩了哈。《三国志平话》会讲说貂蝉跟吕布本来就是夫妻结果因为战乱的关系失散然后貂蝉就不小心后来被董卓所得，然后吕布看到说我以前的老婆被董卓这个家伙，你个淫魔啊！于是后来这个吕布爱情爆发之后，就把
董卓给挂掉了。这是《三国志·平话》里面有提到的内容。OK， 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故事版本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想那么复杂，其实就是历史它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的影视啊，或是娱乐作品嘛。就跟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媒体媒介，像我们也会有看电影，我们也会看电视剧，我们有时候也会玩电玩。对，那这些版本之间的，他们就会加油添醋啊，然后用一些奇异的幻想啊，然后去想象这些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嘛。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反映到当时大概流行的话题是什么啦。就是其实观众，我告诉你，永远都不会变的，就是大家最喜欢去看什么麻辣嘛、家庭剧嘛、八卦嘛啊，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他想杀了他，他是为了什么他之类的。就是这个样子嘛，爱恨情仇。对啊，我觉得罗贯中其实已经改得很棒了，因为原本就只是一个夫妻分散的家庭伦理剧，结果罗贯中还想说，哎，我告诉你，这不够精彩哈，因为这只有狗血而已。什么叫做精彩？就是设定貂蝉它是所谓连环计的一部分，它只是一个政治阴谋当中的一枚棋子，就是下一盘大棋。也就是说，吕布他的所作所为不只是为爱冲动而已，说不定也有一些政治阴谋的算计，所以不得不说啊，还是那句话，罗贯中很会写小说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三国志》它毕竟是一个史实的资料，它里面没有提到貂蝉这个角色，它里面也没有提到吕布跟董卓他们为了女人相爱相杀嘛。那但是我们从这个史料里面，我们可以认知到吕布跟董卓本来就不合了吗？应该说，其实吕布后来投靠董卓之后，《三国志》是有这么记载的，就是卓以布为其都尉，甚爱信之，视为父子。哎呦，两人关系其实是不错的哦。董卓重用吕布哦，然后吕布有一段时间也觉得说，哎呀，董卓如同我的老爸义父哈，这个样子哈。当然有没有历史上是真的认什么干爹干儿子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啦哈。不过你看《三国志》都已经喊出视为父子，两人关系是不错的。但是我就前面有讲过啊，董卓这个人就脾气很暴躁啊，老爸当得很不及格哈。我老爸小的时候顶多就是来那个爱的小手伸出来，我老爸从来没有拿手戟尝试着扔过我哈，这是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吕布自己也有做亏心事嘛，虽然说董卓到底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我的婢女跟吕布有染，说不定董卓根本不在乎，但就凭着董卓平时的暴脾气，吕布就会觉得说，万一有一天找我算账，哎呦，这可能就不是手戟这种事情哈，就算了哈，说不定他直接那个把我活剥了都有可能。那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来了，那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有提到的一个关键人物王允。是王允他就一直很想推翻董卓的统治嘛。那王允要推翻，只靠着他的力量是不足的。其实他过程当中就一直有不断找同伙，比方说，根据《后汉书》里面的资料就有解释说，像什么士孙睿啊、杨转啊这些汉朝的官员，他们就有曾经想过要推翻董卓，只是因为时机点不好的关系，都没有能够真正的发动。如今王允想说，换我想要把董卓给弄下台了哈，跟士孙睿啊、跟杨转啊这些人开始联合之后，就想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力量呢？有了，吕布这个家伙既是军方的代表，又很靠近董卓，他如果突然对董卓叛变的话，董卓应该是很难预防才对。所以王允就跑去找吕布聊天说，你要不要加入我们呢？那《后汉书》有这么一段对话内容是说，不曰如父子和，意思就是董卓就好像我爸爸一样，我做这个干儿子背叛我自己的义父，这不太好吧哈。结果王允就讲说，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你姓吕，他姓董，哪有什么骨肉关系呀，对不对哈？甚至后来我们看到前面一直强调董卓的暴脾气，这个时候就成为王允的突破口。王允后来怎么说？何谓父子？执己之时，岂有父子情也？你当他是你爸爸，你爸爸会拿手戟来扔你吗？会拿手戟扔你的人，难道会当你是儿子吗？结果这个时候吕布就讲说，讲得太有道理了，我要加入你的行列。于是在这多方合谋之下，就把董卓给暗杀，颠覆了整个当时的汉朝政权。不过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吕布他跟董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义父义子的关系，这个我就还蛮好奇的因为不管
管是在电视剧还是在《三国演义》里面呢，都有称呼吕布一个比较贬义的绰号，叫做三姓家奴嘛。那这个三姓家奴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又是我们伟大的罗贯中的手笔了哈。三姓家奴其实是当时说是虎牢关嘛，三英战吕布嘛。是。好，我告诉你，其实有一个人在《三国演义》当中超嘴的，他只要一喊出话来，基本上都会成为名梗。这人叫做张飞，因为张飞当时面对吕布就说：“三姓家奴可敢与我一战？”这句话就是从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何谓三姓呢？吕布本来姓吕嘛，所以他当然有个姓吕的爸爸。接下来在《三国演义》当中是讲说，丁原是吕布的义父，那就是第二姓，姓丁。后来吕布暗算了丁原，投靠董卓之后，又认董卓当爸爸，于是就是吕、丁、董三个姓，因此就被称为三姓家奴。但是我们要来讲一点就是吕布他是吕家的后代，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嘛，对不对？他历史上跟丁原其实是没有所谓义父义子的关系的。三国志是这么说的，就是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部为主部，大建清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并州刺史丁原很器重吕布，让他当主部。主部有点像是今天的秘书。你说吕布有没有很受到丁原的重视？这我好难想象，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吕布是武功高强的一个将军嘛，就他当文职的秘书，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吕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武力值100，脑袋值9。但是实际上，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吕布应该是蛮有一些小聪明的，是，不然他当不上秘书，也就是主部这个角色。甚至之前我们在讲到关东各诸侯，或者说关东联军去讨伐董卓的时候，当时吕布也有前往迎战啊，就是迎战孙坚。然后当时吕布会对说是率领大军的胡轸感到很不爽，因为当时胡轸说：“你们如果不赶快听我的话，如果你们不赶快跟上我就先杀几个军官来立威。”当时大家都觉得说这人烂死烂长官。吕布是怎么赢他的？吕布也不是直接就一刀把人给砍了，而是在晚上的时候突然说：“有人来偷袭了。”为什么要趁着晚上？因为其实吕布喊话的时候也没人知道是他喊的话，结果搞到最后兵荒马乱，胡轸败退。吕布既达成恶心长官的目的，那有没有人去追究他？也没人追究他，因为当时兵荒马乱的，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的人，应该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吧？就只能说他是小聪明，而不是那种大策略。对，你还是不要把他跟诸葛亮相比。像我很喜欢的漫画《火凤燎原》，哇，他在前期设定，我很喜欢这个设定，就是说吕布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甚至号称董卓手下第2军师。哇塞，智力值可能不是9，是突破90几这种程度对，在漫画当中会告诉你说，如果能够统帅一支军队的人，难道他真的是有勇无谋之辈吗？如果一个人真的只有肌肉没有脑袋，你确定他能够率领一支部队连战连胜吗？所以他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小聪明，甚至可能比军中大部分的一般士兵聪明很多。但注意这边只有说以部为主部，大建清代，有没有说吕布跟丁原是父子关系？他只是说他重用他，没有说他们结拜义子嘛。所以啦，《三国演义》这边算是创造了一个说丁原是吕布的义父，加深吕布背叛丁原时候就是你这个家伙连名义老爸你都敢暗算的这种就是道德的瑕疵感。但事实上双方真的就只是一个上司跟下属之间的关系。倒是说吕布跟董卓是不是义父义子的关系呢？还是提到那句话视为父子，就是这两个人的关系是真的好像亲父子一样，但也没有很明确说到底有没有认干爹干儿子这样子。所以如果这样子算下来的话，你顶多就说吕布他是2姓家奴，但是你也会觉得说这个你还好啊。那我觉得电视剧里面好像又多加了一个王允是他义父嘛。对，那所以说不定是4姓啊。对，刘备当时说曹操你自己想想看吕布曾经拜丁原为义父，又拜董卓为义父，又拜王允为义父你自己想想看你要不要当他的义父？所以他的3姓应该是王允是他的第3姓。但是我当时看电视剧看到这边想说你好像又缔造了一个新的关系。对，所以
就如同刚刚叉叉 Y 你给我讲到的说，我们看那个小说嘛、戏剧嘛、电玩嘛，不同时代就会有人多加一些东西，或是多改编一些东西，这也算是新三国电视剧对吕布三姓家奴的新解释了。那一开始就泼了有个大冷水，就是没有貂蝉这个角色嘛。那我就还蛮好奇，那真正吕布他的家庭状况，包括他的配偶啦，或者他的后代啦，到底有哪些人呢？好的，我们还是要先讲《三国演义》。哇，《三国演义》当中吕布的关系很精彩哦。是，貂蝉只是他的妾。所以他还有大老婆，对，甚至还有小老婆。OK， 吕布在《三国演义》当中是说他的正妻叫做严氏，严就是严格的那个严。OK， 还有说他有娶曹豹的女儿为妻，所以他最起码有3个妻妾：严氏、曹氏啊，外加貂蝉。但这3个人在历史上全都不存在。那历史上到底有针对吕布有做哪些描述嘞？那在历史当中，有关于吕布家庭的描述，其实就只有《英雄记》史料当中有提到这么一段话，就是不期未约，就是有一次吕布的老婆有跟吕布讲话，大概当时的内容是吕布被曹操围困在下邳城，吕布的部将陈宫就说：“哎呀，此时应该怎么样？我陈宫镇守下邳城，你吕布应该率领一支兵马出城。如果曹操攻打你吕布，我陈宫就率领城中部队出城迎战，夹击对方。那如果对方不鸟你吕布，直接攻打下邳城，那你吕布赶快就夹击曹操，这叫做犄角之势。那吕布一听说，好啊好啊，好主意哈。结果这时候吕布的老婆就讲话说：哎呀，陈宫跟很多人关系处得不好，你要不在就留陈宫在城内啊？你觉得他镇得住场面吗？有没有可能他会发生一些意想之外的情况呢？吕布听听讲说有道理耶，于是就听了他老婆的话，并没有采纳成功的建议，没了。就这样，但他没有提他的老婆是严氏还是曹氏，对，就只有写说吕布有老婆这么建议。OK， 那吕布的老婆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好在《英雄记》又有其他的资料，答案是吕布的老婆很可能姓魏，因为《英雄记》当中有这么一段史料，叫做以魏续有外内之亲。什么意思？就是吕布有个部将叫做魏续，《英雄记》就描述说魏续跟吕布关系很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外内之亲，所以根据这个延伸判断，有可能吕布的老婆就是魏续的家族成员。对，所以吕布的老婆可能姓魏，注意这只是可能，因为推测的嘛。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有没有要让你再度失望一次？说哈没有貂蝉啊，哈没有严氏跟曹氏，只有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老婆在那边。不过你刚刚讲到《英雄记》的这个史料啊，我记得在电视剧里面好像有另外一番的诠释啦，就是在讲说当时吕布被围攻在下邳这座城市里面的时候呢，貂蝉卧病在床嘛，他就跟吕布建议说你要听陈宫的，这个跟刚刚你说的那个《英雄记》的史料是相反的嘛？对，因为我有看电视剧，电视剧也说陈宫提出了这番建议之后，吕布原本也答应的，结果就传出来说啊，糟糕，你夫人貂蝉她病倒了，是，然后吕布就去看她，貂蝉说你不要管我，你应该去听陈宫的话。结果后来等到吕布出来之后，陈宫说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当时是属于雨季状态，是，陈宫他们还穿着那个斗笠，然后穿着那个雨衣，对，没错，我们都准备好了，准备出城吧。就吕布就讲说，现在貂蝉病成这样，我怎么可以离他而去呢？然后当时陈宫就整个属于傻眼状态，天哪，现在是生死关头，你跟我讲这个？我觉得电视剧就是要营造出说吕布跟貂蝉是一对很深情的情侣。那至于观众喜不喜欢呢？这就算是一个新的诠释，就看你们各自各位的想法啦。好的，那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啊。我们聊了有关于吕布、貂蝉跟董卓之间的三角关系。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的三国，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